不想活了是不是？注意看，日本狂人实在是太嚣张了，竟然拿起酱油就往中国教练脑袋上倒，其后还打算勒断中国教练脖子。被拉开之后的日本狂人依然在满嘴喷粪，他的猖獗程度还远不止于此，还在赛前当着众多媒体的面大肆叫嚣羞辱中国人。中国选手算什么东西？否则怎么会被称为东亚病夫？如果不是规则限制，我会当场把中国选手打昏死过去。如此一幕彻底惹怒了中国小哪吒，他直接主动报名参加比赛。金英基本上没有打过内战，一般情况下都是以打日韩选手为主。这一次日本狂人实在是激怒了小哪吒金英。金英的对手是日本冠军曾景佑辉，他以暴打中国人为荣，在日本人打中国人不过瘾，直接横渡太平洋来到中国拳坛，声称3个月之内不打死10个中国人永远退出拳坛，辞去日本宪兵队队长一职。别看他在赛前嗷嗷乱叫，一副天下无敌的模样，真要是到了擂台上，他比谁都害怕中国选手的重拳，这就是典型的狐假虎威，怂比一个。话就不多说了，来让我们欣赏一下金英的精彩表现。紫色毛发是日本冠军曾景佑辉，一上来俩人的比赛就充满了火药味，很明显金英一上来就把日本选手压制住了。反观日本冠军也很成熟老练，面对金英所给予的压制力，曾景佑辉表现的依然十分不屑一顾。简单来说就是害怕。节奏会是非常的快，所以对于对手来讲是个挑战。是的，我非常开心在韩岩老师和这个雨辰老师说完之后，这个比赛还没结束，因为我始终担心你们说完之后这个比赛结束了，因为我真的觉得啊，有可能会打出 KO 来。是，我非常期待能够打出一个 KO 来，因为在8进4的比赛当中，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个蓝方曾景佑辉他的一个技术风格了。对，然后他的技术风。日本冠军是空手道出身，自身的拳脚进攻的融洽程度非常高，两人表现的实在是太谨慎了。毕竟是第一次交手，而且日本选手来中国的目的是暴打中国人，对此金英不得不小心应对，找到机会就是一套组合拳奉上，瞬间就打了日本选手一个措手不及。金英这种快速进的这个能力，快进的能力真的好啊！对，是这个曾景佑辉根本就没有办法招架。对，金英刚才在中距离那个眼神，我就知道他应该是要压了。压漂亮，就是反应不过来啊，的确反应不过来，这个时间差抓的非常好，金英。就是一拳完了之后，马上就闪进去了，是漂亮。好的，金英的这个状态啊，现在是基本上，要么就不动，动的话就一定是要这个静如处子，动如脱兔啊，是非常精准的形容。金英可是一位名副其实的拼打型选手，打起架来一点都不含糊，即便日本选手使出全力来与金英展开对抗，金英依然是照打不误。经过一段时间的对拼之后，俩人再次陷入了你追我赶的局面，谁都不敢轻举妄动大动干戈。现场观众朋友们给金英的加油声也是此起彼伏，不绝于耳啊！是，你看，经过金英的这次突袭啊，这个曾景佑辉是有所忌惮，对，出现了前几回合从来没有出现的这个站架就低了，对，明显啊，对，明显注意压低的这个劲，对，这就是明显是一个防御的状态。对，然后且打且退的这个劲，对，漂亮，要100。对方的低倒还是很有力的。是的。别看日本选手不敢对金英做动作，但金英时时刻刻都在紧盯日本选手的一举一动，找到机会就会对日本选手发起一波猛攻。不过日本选手实在是太怂了，根本不敢和金英展开正面对抗，不知道是被吓破了胆，还是害怕金英。喝的时候就没有必要再去想什么防守反击的事儿了，是没有必要想游击的事儿，就是拿自己密集的进攻输出去压他。但是我们也不要太担心。事实上，金英的这个状态和金英的这个经验是非常强的。是的，来，第一回合比赛结束之后，第2回合开始了。日本选手越是害怕金英，金英表现的就越勇猛，直接一脚踹在了日本选手脑袋上。其后愤怒的日本选手直接把金英扔了出去。最终裁判警告日本选手一定要冷静，在绝对的实力面前，日本选手唯有后退才能苟且偷生。我觉得应该是个高位的侧踹。高位侧踹，对，上一个也不太像哈，外摆式的侧踹，外摆，这招这个魏睿也用的一绝呀。刚才这张是给曾景佑辉全场气势，曾景佑辉我第一次看到进攻，是，曾景佑辉做调整了，对，对，金英压对手了，对，他发现始终这么等着金英打，他是跟不上金英的这种突袭的，没错，就这个节奏跟不上，对，不敢发起主动进攻的日本选手，也就敢实施扫踢来试探金英。看到这一幕的金英差点就笑了出来，
此时的日本选手实在是太怂了，根本不敢和金英展开太过激烈的对拼，只有试探动作才是日本选手实施的动作。在金英面前晃来晃去，就是不敢发起主动出击，还说什么3个月要打死10个中国选手，这家伙不被中国选手打死算他运气好。对，是有点这皮太尽显，漂亮，哎，曾锦佑辉体能出现问题了，是吧？哎，不要停，立即的进攻输出下可以给一波了。哎，飞膝，对，出来，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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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出来。对，曾锦佑辉的这个体能已经出现问题了。是的，金英，对，漂亮。日本选手不敢发起主动进攻，不代表金英不敢发起主动出击。逮到一个合适的进攻机会之后，金英直接突进日本选手内围做动作，连续的重拳就像是免费的一样，全部都打在了日本选手的脑袋上。挨揍之后的日本选手还是不敢动作。说实话，真没见过这么胆小的日本人。一直表现到这么好的原因，是因为他的经验非常非常多，而且从来不乱。即便是自己处于劣势的时候啊，就依然能保持一个很好的心理状态。漂亮，来了转身，差不多了，晕了。这女游客是有一些晕的，但是报价胆小懦弱换来的就是被暴走。看来这家伙只会实施腿法进攻，其他的进攻啥都不会。对于金英来说 ，KO 日本选手只是一个简单的时间问题。对付这种胆小鬼，金英还是有针对性办法的。那个后手像是打之前的那个马什利一样，是那个俄罗斯的选手马利克。对，对你既然有这种拳，我要多打。对，非常好。Round 3。第3回合开始了，气急败坏的日本选手终于忍不住了，开始对金英发起主动出击。不过此时的日本选手已经是强弩之末，再怎么发力都无法逃脱金英的制裁。日本选手来中国是干嘛的？是来挨揍的还是挣钞票的？不是在挨揍就是在挨揍的路上，完全就不是金英的对手。前2回合一直不敢主动出击，好不容易到了第3回合准备发起反击，结果被金英打了一个毒苗。应该能够继续回到比赛，但是这个读秒一开始第3回合的读秒给金英带来了极大的心理上的信心倍增啊！曾锦佑辉仍然是有反击能力的，是，对，那一个读秒他已经从这个读秒当中恢复了。可以做一做飞膝了，因为我看到这个曾锦佑辉每一次防守都比较重心比较低，是完全是爆头式的防守。那重心就好家伙，日本选手在日本不是挺厉害的吗？怎么到了中国就如此胆怯？面对金英所实施的所有进攻，日本选手除了在硬扛就是在躲避，连最基本的反击都无法正常实施。压着金英打又有什么用？还不是被金英打得屁滚尿流鬼哭狼嚎。金英还是要尝试继续扩大战果，因为如果你一旦退，对对方来说就是一种信心的加持。对他现在这感觉跟曾锦佑辉2个人就是如逆水行舟一般，就是你不进则退。就是其实曾锦佑辉我们说，尤其在第3回合一上来啊，就是也是给了金英带来了一个不小的压力。就是这个空当你一旦给他，然后他的进攻输出马上就跟上来了。虽然说金英发挥的很好，看到这个曾锦佑辉不管是在节奏上的这个比赛时间还剩下最后1分钟，金英已经足足暴揍了日本选手8分钟，再打下去就是暴揍了整整1场比赛。描述日本选手就只能用2个字，那就是太怂。反观金英与日本选手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，就这么平平的一个技术体系，但是可以打到最后。是，对这个保持的持续性会非常的好，也可能就是属于他自己的比赛风格和比赛节奏。刚才一个小心，刚才金英的一记后手摆旋，对，有一点眩晕感了。金英的这个摆拳特别的重，很少有看到上勾。对，又一次可能怎么样？日本选手都快被金英打死了，无奈的日本选手唯有搂抱才能保命。比赛即将结束，除了挨揍还是在挨揍，真是不知道这家伙来中国是干嘛的，还不如在日本小岛上称霸呢。
来，中国除了丢人还是丢人。漂亮。3回合比赛结束。这个的话，我觉得是挺势均力敌的一场比赛啊。的确是，我觉得金英应该也能从这场比赛当中学到很多东西。那此刻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本场比赛最后的结果，看看谁将会成为这场8人战当中东北亚通过这场比赛的谁能够和刚才的风雨者魏巍？最终毫无疑问，金英获得了比赛胜利，成功打的日本选手送回了日本，来到中国声称要打死10个中国人，结果到了擂台上连动作都不敢出，绝对是狐假虎威怂蛋一个。如果满分是100分的话，你会给金英打几分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，咱们下期不见不散。